大家好，影视作品总会有演员或者导演的巅峰之作，就像4年一度的奥运会中，打破世界纪录的田径运动员们创造出了一个巅峰之后，跟着便会让人期待下一个巅峰的到来。这种心态就是促进人类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不断挑战的源泉所在和强大的驱动力。这种期待对于影视剧爱好者们而言，感觉是一样的。因此，大热剧集《勇匪》当中，两个备受关注的主角王一博与赵丽颖，就是两个联手创造了收视巅峰，然后便被粉丝们再次期待的能够再上巅峰的王炸 CP。至于说他们能不能续写传奇再上巅峰，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畅所欲言，放飞您的念想。同时也欢迎您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愿望成真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就像赵丽颖7年的群演路，每一天都是汗水，每一步都是艰辛，每一天都少不了。据悉，赵丽颖的新剧迟迟未能拍板，主要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实在是太多，变数同样太大。毕竟赵丽颖的离婚本身就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最大的变数，而且这次离婚带给观众的影响依旧有待市场去评估去消化。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影视行业的投资点，这些投资点林林总总，因人而异，不下万千，但是归根到底也就不外乎3点。第一就是强 cast 的阵容，没有号召力就没有票房，强 cast 就是票房的保障，这点大家都懂。第二就是强 IP 的版权电影，也就是说专利权、商标、著作权和版权个个都能圈钱。强 IP 就往往意味着高知名度、高粉丝群，低市场风险。正是出于对 IP 的热爱，其铁杆的粉丝群注定都会乖乖的买单，双重锁定了重要的票房。第三就是火拍院线、发行等等的巨头，做必要的投资方的保障，进一步降低投资的风险。跟着重点就来了，也就是第一点的强 cast 阵容。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影视投资的第一要素，不是没有道理的。明星本身就意味着市场的号召力，象征着明星背后庞大粉丝群的消费力。然而问题也偏偏出在这儿，作为影视影响力巨大的明星本身，同样也担负着对等的社会的影响力。他们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没有隐私可言的，所以作为公众人物必须考虑到影响力的后坐力，所以明星们必须全力导向正能量，如此的话才能正向引导热爱他们的粉丝，才能推动符合社会价值观的评论的风向，才能保证不去带偏，不会走样，不会对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和后续的麻烦。这样的正能量明星才能让资方放心。所以有些人认为明星离婚没有什么所谓，都是个人的事项，同情或理解就足够了。这种心态其实误解或者说淡化了明星们的离婚所引发出的社会讨论和潜在的影响力。总之，离婚甚至于带娃离婚，实际上都会对社会造成影响，只是我们可能看不到而已。因为无论如何，世界都是太大了，注定总会有一些人无法去认同、去理解，更不要说那些为黑而黑、喜欢兴风作浪的黑作坊和造谣者了。其次，离婚事件或许对赵丽颖的铁杆粉丝影响不大，毕竟错不在他。然而对于摇摆粉丝而言，影响就是巨大的。国内女明星因为离婚导致个人影响力直线插水，粉丝纷纷跳船的个案也都是屡见不鲜，就不用一一举例了。因此对于投资方而言，对于自己的投资注定会慎而又慎。剧本本身自不必说，而相关的演员
如果不能确保足够的流量度、关注度和消费度，甚至有可能会让话题性流失的话，那么风险越高，变数便会越大，投资欲望便会跟着减弱，这很容易理解。另外，作为演员本身，无论王一博还是赵丽颖，都肯定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关注，而不是作品以外的东西被关注。因为只有作品才能成为永恒的传奇和不老的经典，就像有匪的成功一样，在不少人的心里就是百看不厌的巅峰作品。如果我说粉丝的粘合度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些高质量作品所维系的，恐怕你也不会否认这些观点吧。所以投资方的心理很容易被理解，也就是说，当一个顶流红星因为离婚导致粉丝的数量受到了影响，甚至急剧下降的话，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气下降了，从而会对相关作品的投入带来较大的影响和不确定性。而资本家的钱都是用来钱生钱的，不会出于对明星的信任或者说某种信仰。另外一点是很多人不曾留意到的，那就是艺人的角色是否存在代入感，这很关键，这对角色的塑造能否成功，投资与回报能否成正比，存在绝对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一个演员如果出演的角色是律师，而这位演员就刚刚好在现实生活当中陷入了法律诉讼当中，这便会产生出巨大的角色违和感，会为这部剧埋下巨大的地雷。也就是说，如果现实中的该演员胜诉了，形象就能够大翻身，那么这部剧或许会因为夹杂着高度的话题性，有可能大获成功。然而如果败诉了呢，那就真的惨了。远的不说，就说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吧。3年前，也就是2018年，范冰冰出事之后，有多少她所出演的最新作品，要么被人 AI 处理了，要么彻底销声匿迹了，甚至连20多年前所拍摄的《还珠格格》也不能幸免，也被株连。只要这部剧被地方台重播，范冰冰有份参演的第1部和第2部都会被直接的跳过，直接从第3部开始播放。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这就是艺人对投资对剧集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那些顶流艺人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当的要命。同样还是那个多事的2018年，总价值小1亿的《八清传》，同样是因为一个官司缠身的高云翔拍了又拍，审了又审，最终还是以零广告收入的夸张方式黯然收场。投资方唐德影视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输的真是惨不忍睹，成了影视投资的最大笑话。谁又曾想得到，投资有风险，真的是全因一张脸。所以同理，如果一位演员刚刚离婚，又偏偏出演了一位柔情万种、恩爱缠绵、至死不渝的电视剧角色，虽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或许都不在乎这种角色在戏里戏外的反差，因为戏里戏外本就是两码事儿嘛。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偏偏总有一些人就是在乎，而且就有能力制造出话题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出来。刚刚所提到的《八清传》，其实也有被人故意带偏方向的幕后操作的黑手。影视圈的水深不可测，就像郑爽的收入一样，不是吃瓜群众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正常思维、正常逻辑能够了解得到和想象得到的。无论如何，心怀美好和梦想，总能让人心有远方和希望。赵丽颖的群演7年，不就是在黑暗之中一点点摸索出来、摔打出来的吗？对于热爱她的人来说，其实照样可以通过点点滴滴的实际的行动，有爱无悔的汇集起来的支持，
去让这个世界知道，爱可以影响，也可以改变。无论世界上存在多少密心还是黑幕，学习赵丽颖可不是说说一句话那么简单，您说对不？最后，无论您喜爱赵丽颖，或者支持王一博，或者啥都不想，就想等待这对王炸 CP 的重聚，都欢迎您顺手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会化作为力量，这种力量足够去发声，足够去影响，足够去改变。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总有最随性的想法、最特别的视角、最细腻的感动，以及最温暖的祝福。多谢您的时间、鼓励和参与。